就在本月，DOTA 2雷竞技跨境特大网赌案正式被查了，六安市检察院已经对24人提起了诉讼。从去年疫情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撸啊撸和 DOTA 2的各种假赛风波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 S11 还是刚过去不久的 TI10， 让人血压飙升的事儿真的是停不下来。但是我们在电竞核心圈子中却看不到大家对这个的讨论。TI10 结束后，也不过只有我们这些伤心的观众有讨论了几天，声响就不大了。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做一期视频，讲一下电竞到底被网赌渗透到什么程度了， TI 到底是不是资本的游戏，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电竞菠菜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我想象的可怕呢？普通学生一定要警惕现在的电竞网赌。大家好，我是大蜡烛，一个08年开始打 DOTA 的菜鸡。这一期我们详细的讨论一下赌博的本质。在10月17日2021 DOTA 2国际邀请赛决赛当天，我大学同学开了20多公里的车来到我家。不了解这个比赛的观众朋友只需要知道这个决赛冠军能奖金 1.1 亿元人民币，而这个奖金池则是每年靠玩家充值的额度决定的，是玩家充出来的。对于很多超资深的刀友来说，DOTA 2被博彩网赌祸害了多年，绝对是心知肚明。但是也多年来确实没太多人尖锐的指出，一是因为觉得小圈子里丢人就好了，毕竟大家还爱这个游戏；另外就是大家包括我确实还对 TI 决赛抱有幻想，只要 TI 能凑合看，青春起码还在嘛。面对 TI 决赛恨不得跟过年似的，实际哪怕过年，这些中年老男人都不见得这样连续熬大夜。那在决赛当天，我媳妇儿也准备好了火锅，大家在客厅边吃火锅边看比赛。接下来就上演了匪夷所思、画风各种突变的5场对局先是老干爹连续2局选择胜率极低的英雄，被雪碧暴虐2盘，然后又是老干爹吊打雪碧2局，最后一把老干爹在前期经济领先幅度不小的情况下再次突然不行，然后被干翻，5冤决赛。当天晚上我朋友圈里真是有哭的不行的，这哥们年龄还跟我差不多，直接发状态直播哭，真的是绷不住。认为这场比赛被操纵了的人还是有非常多的。在电竞领域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决赛要是被操纵了，那真的也不是小事儿。我也总结了一些关键的争议点。首先是今年的 TI10 比赛地点是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这个地点是临时更换的。另外，凡是在决赛前看了 Spirit 赛小组赛的观众也都觉得 Spirit 1穿5的晋级之路真是波谲云诡。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决赛当晚，虽然看的时候心情是在十分绝望与十分激动中反复横跳，但是从情绪中出来就会觉得这真的是完全没体现出来世界冠军赛的水平跟秘密打老干爹差太多。老干爹在选英雄和禁用对方英雄上都给了对面极大优势，也有无数网友表示连平时不玩 DOTA 2的都能看出来半吊猛犸是关键，但这个英雄却从头放到尾。更有人放出录像说部分团战的失误像水友赛，小小在看到对方蹲自己还要迷之回头等等。这里也希望更多5000分以上观赛阅历更丰富的刀友多讲一些，包括 IG 与 Spirit 的对局，毕竟你们能从高端局中看到的信息量要大得多。总之今年 TI 确实是再次伤了太多刀友的心了。截至这里我依旧没法说 TI 决赛就是吃了，有些玩家认为这个生态畸形不是1年2年了，有些玩家仍深信假赛不会的。不要忘了这可是 TI 决赛，不要忘了这不是2、3线队伍。还有些玩家则觉得得从长计议，他们怕旧秩序的崩塌，觉得旧秩序有内部变好的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清醒的装睡。这里也专门提醒一下大家吧，现在是2021年的后疫情时代了，我们要知道 TI 的奖金池跟水下的各种钱比，那就是微不足道的。菠菜涉及的资金量那是超出很多人的认知的。比如我们就说近2年我国浮出水面的一个案件，一个高中学历的人做的跨境网赌平台，月流水能有40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啥？我以前也讲过，中美2国打贸易战，也就是每轮对几百亿美金加收几个点的关税，还是直击对方痛点的那种。这就是一个高中生搞的网赌网站，2月流水都够中美打上1年贸易战双方的损失了。也有警方破获那种在微信群里下注赌博的，把一个群里仅3个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加起来都有11个亿。所以电竞菠菜本身就是一个比电竞行业大得多的产业。像去年疫情，美国在美国菠菜协会登记注册的赌场就有989所，这里面除了在印第安原住民地区开的不好关剩下的 99% 都关了相当长的时间。线下这些赌场大鳄要想继续经营，只能往线上探索但是去年全球传统体育联赛也都长期停摆，等于传统体育菠菜也都做不了了。比如赛马，绝对是美国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国外疫情持续的时间又长，各种闲着没事的人又多，美国菠菜协会也有预测，因受疫情影响，去年美国菠菜业全年投注额有740亿美元是没地方去的，这还没算那些平时非法的体育菠菜网站的资金。
但赌徒们的需求并不会因为赌场不开门了就不玩了。电竞各种线上小赛不断，电竞网赌涉及的各类比分足够多，一场对局从选手选什么英雄，谁是一血，到哪个队伍打肉山，再到个人 KDA， 只要涉及数字的都能赌。这哪怕不说行业内在经济萧条的周期中，通过赌场合法来征收更多的利税，本身就是这些老牌强国的传统异能了。另外，全球为了避免消费贷被疫情影响出现急速下滑，所以有一段时间也明显放宽了对消费贷的监管，这让赌徒的融资渠道也更畅通了。只要你下的贷款 APP 够多，你就能借无限的钱。所以电竞博彩都不能说是高速增长了，简直就是疯狂井喷了。但是注意了，这里井喷的是下注的钱以及庄家的钱，队伍以及比赛的供给上我们也都知道是没法爆发式增加的。另外，这还是个直到现在很多地区都对其缺乏监管措施的行业。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一些大型电竞博彩网站主要是使用虚拟币来交易，除了 BTC、ETH 也会用各种空气币，因此各个跨国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是电竞博彩的幕后金主，相当于你先把现金换成空气币，再用空气币去赌，双重镰刀。某币种市场上真持有量多了，砸盘就完事了。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体育比赛，电竞假赛太难认定了。我只是这枪没打准，我只是手滑走位失误了。如果你不是像 iBuyPower 那样做演员的时候，赛场上自己绷不住笑场了，多数都是能不了了之的。很多人说足球走过的路，电竞得再走一遍，但至少国际足联、奥组委之类的该管也是要管的，虽然也烂得不行吧。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游戏公司会做得更好吗？他们为什么要降低自己闷头数钱的速度呢？一位选手被彻底封杀好，还是让他改头换面去野鸡赛里继续吸引粉丝更好呢？威社为什么这么牛逼了都不上市？为什么全世界的豪门俱乐部多数都不上市？15年有23亿美元的 CS 皮肤被下注，从15年年末就有密集的呼声，希望威社打击 CSGO 网赌视频交易市场。个人 Steam 账户能连接到那么多第三方赌博网站，威社拖了1年多才象征性解决一下。人家请后来能当财政部长级别的经济学家给自己打工，肯定是有的分析。直到今天 CSGO 的视频赌博交易网站依旧遍地都是，威社差那点技术彻底封掉交易机器人吗？或者说 DOTA 2完美和威社差那点技术封掉宣传赌博网站的广告歌吗？首页局被菠菜广告歌霸屏是1天2天的事吗？10杀之后好好打是1天2天的事吗？队员队服上那些所谓预测的平台广告是1天2天的事吗？为啥 TI10初期决定专门给中国来个15分钟直播延迟呢？是中国网不好吗？这也提醒大家一下，实时比赛数据本身就是能卖的，你得到的比赛信息都是滞后的，还想着玩。如今多数老玩家们无奈的沉默，是因为大家在心理上早就是 DOTA 2的股东了。毕竟这么多年的奖金池是大家用自己的钱一路买了过来的，把泪目打在公屏上了。所以目前在主流新闻媒体上，我们多数看到的顶多是三流主播们做了电竞网赌的代理获利了，被抓了，打假赛获利被制裁的确实不多，打击电竞网赌团队很难。本身现在世界上合法发放赌业牌照的国家就非常多，就拿这次举办比赛的罗马尼亚来说，他们的赌博业于2015年正式合法化。罗马尼亚国家赌博局是人家正经的国家机构，花15000欧元就能办个实体机构的许可证。当然这些经营者为了更稳妥，往往会在 A 国拿执照，在 B 国建平台租服务器， C 国割韭菜造孽，最终资金流向帝国银行。开发成本是很低的，直接花几千块钱都能买套代码。如今的互联网新贵们，多年前靠捕鱼游戏和棋牌游戏发家的不在少数。这些捕鱼游戏1元抽奖 APP 虽然存在时间极短，但从中获益足够他们随便去折腾任何商业模式了，其中也不乏一些硬件公司。我做这个视频不是为了黑威社，相反我对 DOTA 对电竞是有热爱的。毕竟在2021年，我个人还会去做总时长60多分钟 War3 电竞时代的视频。但咱真的不能再无视这个房间中的大象了。有人说 TI 奖金2级分化，彻底杜绝菠菜，让那些3线选手下半辈子怎么办？那我又想问了，如果3线选手一场假赛就赚几十万，你让2线选手怎么办？如果2线选手靠假赛加个人下注就能获得100倍、1000倍收益，你让1线选手怎么办呢？前不久 DOTA 2正式入选2022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你又希望用怎样一支队伍代表我们的国家呢？在 DOTA 2里宣传赌博网站的广告哥们的广告是给谁看的呢？他们为什么改个 ID 就能一天轻松拿500块呢？那些被广告引流到网赌的年轻人们，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的下半辈子又该怎么办呢？
你以为视频结束了？当然不会啊！接下来我们会从更深层的角度去解析体育竞技网赌对人心理的利用，揭示一些事实，告诉大家为什么电竞网赌碰都不要碰。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底层的平民百姓，都难以说彻底的抵抗赌博。几乎自文明诞生之时，它就伴随着人类一路走来。概率工具的运用更是体现了人性的两面。有人研究赌博的源头是抽签，最初人的部落内部会用抽签的方式将那些多出来的猎物资源合理分配，从而避免内部的争吵与暴力。然而讽刺的是，当资源继续增多时，部落里又会有人希望通过下注有价值的物品来赢取更多的资源。昔日保证民主公平的概率工具又多了新的用途。那么是因为人善恶之本性转移了吗？不，或许从抽签合理分配资源的那一刻，规则制定者就已经明白，靠概率工具营造出公平感，外加对人欲望与侥幸之心的控制，才是一种更彻底的剥削方式。制定规则者需要的是所有人不再凭力量说话，而是要造出一个让大家反复使用的概率工具，并让工具具有神性。千百年来，直到我们的现代生活，看透本质的人和想走捷径不劳而获的人，自然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那自然有人问，可是你前面还说赌博活动明明是顶层大佬和寻常百姓都会沉湎其中啊。的确，我在研读历史的过程中，我对此也有不解，直到我看到巴菲特家族资产的主要管理者李路讲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你看到朋友去赌博投机，你不应该跟他说 good luck， 而是应该说 have a good time， 因为你去赌场玩是不可能运气一直好的。但我认为你无论期待享受哪一种乐趣，你的人性都有被泯灭的可能。那我们就先谈一谈开心，谈谈做局者和入局者的几种开心。就像前些日子里高度借鉴赌博默示录的短剧《鱿鱼游戏》里演的一样，456个一无所有的赌徒，唯一能赌的只有自己的命。组织者靠400多亿奖金为赌徒们组织了他们人生最后的大逃杀赌局，输的人失去生命，赢的人获得奖金。故事男主在生活中是一个绝对的失败者，他一身负债，没有工作，只能靠母亲养活。他在女儿生日的当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请女儿吃顿炸鸡，并送女儿个生日礼物。他偷来母亲的银行卡，却不知道密码，靠赌靠猜取出了一笔钱。有钱后突然脑子里有的只有去赌马场赌马，碰上债主，钱又被偷，最后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礼物，还要再去靠抓娃娃机盲盒来赌。走投无路的男主觉得还完债务是无法企及的目标，与其再这样痛苦下去，还不如去赌一次命。而由于游戏存在的意义竟然也是给一些顶级的贵宾们娱乐，他们会在不同的赌徒身上下注，所以整个游戏要求绝对公平，并不是为参赛者考虑，他们追求的是贵宾想要的公平。哪怕贵宾们真正享受的并不是输赢，他们真正的兴趣是观察失败者们自相残杀的快乐。其实这种情形历史上又何曾没有过呢？考古发现玛雅人奴隶主就曾通过球类竞技豪赌连杀3万多人，而罗马时期大家也要用决斗场的血腥表演的结果来赌博。我也在想，那些少量处于电竞网赌产业链顶端的人，他们持续享受的又是什么呢？是玩得开心？不应该，因为他们本身是规则的制定者，运气的制造者，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很多网赌案件破获后，在审讯核心团队时，犯罪者都表示他们其实早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的脑子里也只有不断的开发新的赌博游戏，仿佛他们也置身赌局，不能收手，难以转型。他们后期享受的是更多的用户加入进来了这件事本身。所以那些能影响电竞赛事结果的人，他们会有鱿鱼游戏中贵宾们的恶趣味吗？他们会从当天无数玩家的失望与难过中获取快乐吗？我不敢细想。那入局者获得快乐容易吗？太容易了。科学家根据对赌徒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的输钱和赢钱相比，差点就赢钱了的输钱会诱发个体更高的生理唤醒和更强的赌博动机，差点就赢了的输钱甚至比赢钱本身更让人上瘾。我们都知道菠菜网站会根据你的表现操控赔率，那更细的操控就是算法要保证你一直都是差一点点就赢了。也就像鱿鱼游戏里男主打纸板的游戏，纸板越是差一点就翻过来，主角越是亢奋，最后终于赢了一把，他想的却是立刻打对方耳光，已经完全忘了赌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赌徒获得了快乐，但是他也不再是自己了，自己乃至自己整个家庭都只能成为永久被盘剥的对象。半年前腾讯员工赌博事件，在赌博输掉近500万后，这名员工在内网留下遗书，决定离开人间。整个事件最恐怖的是，在他发出最后一篇真情实感、声泪俱下的文字期间，他又去骗了一笔钱。
一边愧对父母老婆和预产期的孩子，一边要再来最后一把。上面我们提到了3种不同的快乐，无论哪一种都是人性的泯灭。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赌博者对概率的理解。概率论最早的著作其实就是讨论赌博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系统学习过的人不足 3%， 而且就算你以为你懂独立事件，生活中一些随机事件的设计也会影响你对随机事件的认识。比如很多音乐播放器歌曲的随机播放并不是真随机，否则我们会有一定概率听到同一首歌曲连续播放多遍的现象。再比如保底多少必抽中当期5星角色，看电视对喜欢的球队会喊球队的名字加油等等，这些习惯都会影响我们对独立事件的感知。下面就说一下一个电竞嗜赌者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数嗜赌者早期都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他们觉得是可以靠赌博为生的。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真的在能力上否定自己，这是人的本性，安慰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己的能力靠上班挣钱确实不适合。他们也懂庄家肯定赚钱，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对赌博本身的理解有助于他们押对。传统的嗜赌者会有一套手气理论，手气不好时会高频的下小注，感觉自己即将转运时会下大注，而很多人宣称戒赌未必是真的，也可能是他觉得他进入了一段坏手气的周期，要停一下。而跟传统赌博相比，电竞赌博更容易给年轻人一种幻觉，那就是这个领域赢钱是要靠你去储备电竞知识、训练电竞技巧的，靠聪明才智方能成为赢家。赌徒在下注前会熬夜看比赛直播，会在版本更新后要求自己快速理解版本，他泡论坛分析着每一个选手，直到自己觉得对队伍的理解真的是太透彻了。而博彩网站前期故意让他赢了不小数目的钱，赌徒觉得苍天不负有心人，自己多年的游戏经验也能帮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了，他甚至会感谢这个时代，对自己当下没有工作的状态丝毫不焦虑了。博彩网站为他的自尊提供了一个支架，于是他开始追求下重注的掌控感，直到他发现已经输光了所有的生活费和向同学借的钱，他才意识到他对版本的理解确实错了。这次他绝不会再错，他依靠跟父母要的钱和小贷平台的借款又压了几次，发现又错了，他无力偿还那些贷款，向父母坦白的同时也彻底明白了他陷进了网赌，必须要赶紧戒掉，因为不靠家人继续负债生存的压力太大了。但是把 MOBA 游戏全删掉却很难。又过了1年，果然他欠款更多了，因为游戏每次更新版本，他就想再去平台上试一试。玩游戏时每次段位下降的愤怒，以及一定要再来一把排位，就会让他想起网赌时自己的样子。最终他决定最后一次再下载一批小贷 APP， 最后搏一回。这时他感觉自己只是在花钱购买希望本身，于是奇迹发生了，他的账目上赢钱了，账目上的数字几乎还能还掉全部借款，接下来只需要找个工作，再攒上半年钱就是彻底无债一身轻了。但他又慌了，他觉得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就这样去工作，怎样才能有一个体面的身家呢？他又开始纠结起来。大家觉得他能走出来吗？网赌不仅仅会让你损失金钱，更会摧毁一个人正常的思维方式，以及你与这个世界的一切正向联系。拒绝赌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我的思维方式就是赚钱的底层能力在于你对定价权的持续争取，能否争取到长期只取决于你贡献的价值。赌博本身不产生任何的社会价值，你在一个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的体系里，就算你真的待了1-2年你没亏钱，或者是你就是装你赚了钱，那待上20年呢，50年呢，你这辈子肯定是白活的。在视频的最后也想提醒局中者，无论你已经损失了多少，把钱赢回来绝对是妄想，你连提现都提不了，停止，永远不碰才是你和你的家庭唯一仅存的希望。刚才听说电竞博彩的同学也千万别觉得自己自控力强，下注看比赛更有意思。我为了做这期视频看了非常多的资料，国外一些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嗜赌人都是未成年就开始玩的，多数人在自制力上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玩抽卡游戏曾经明明告诫自己这次再冲个大的，把角色装备彻底上升一个台阶就再也不冲了，但过了1个月又开始充值了。考前祈祷自己千万别挂科，只要这次侥幸过了，下学期说什么也要好好学习，1节课也不翘，结果下学期依旧总是缺课，总说明天有重要事再打一把就睡觉，但是却通宵了，转天在家里躺了1天。如果上面这些需要克制的地方都没成功，
你又怎么抵御菠菜网站为你精心设计的赌局呢？杜绝网赌要靠个人的内心和外在的环境。实际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参与博彩的人比例太多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对赌博做出明确的价值定义。虽然赌博这项活动奴役了人类上千年，但我们国内立场始终很明确，反复强调不以牺牲精神文明换取暂时的物质文明建设的高速度，以赌创收不符合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格局。当下的电竞博彩病毒更需要我们所有人去抵御。我是大蜡烛，如果你支持我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点一个赞，我们下期再见。